嗨，大家好，我是 Nancy。我今天来讲一下达拉斯的中餐馆。怎么想到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前2天我发了学区，那个视频呢，然后国内的朋友被北京的朋友见到了，问我是不是在美国练就一身厨艺。那在2014年以前回国前呢，确实是因为当时的达拉斯，没什么吃的，因为我们达拉斯，那会儿是属于新移民城市。就都是什么高科技啊、金融啊，像这种像我们这样子当年早年留学过来的，所以开餐馆的比较少。那只要有地道的餐馆，开一家倒一家，开一家倒一家。所以我那会儿练就了什么韭菜盒子啊，然后那个粽子啊，然后甚至是月饼、肉馅月饼，还有煎饼果子都是我自己做。然后回了北京5年，水平退化了，厨艺退化了。再回来之后，2019年再回来之后，达拉斯已经今非昔比了。为什么呢？就是来了很多东海岸、西海岸的新移民，人口多了。然后呢，国内的餐饮业的老板也都移民达拉斯了。像我前一阵子在商会碰见胖妮儿的老板，人家在国内做的蛮大的，然后在这儿算是大材小用。但是我们达拉斯的餐饮水平已经是完全是跟以前不同了。虽然跟东部、西部还有休斯顿稍微比差那么一丢丢，因为没有那么大的量，但是呢质已经非常接近了，就是非常地道的中国口味，没有说改良成美国口味。那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对吃是一般的，因为我比较注重体重嘛。然后但是我们家有2个吃货，特别是我们家那个小吃货，他呢他有个什么说法，就是他吃肉要吃4条腿的，2条的不行，然后太多腿也不行，然后吃菜呢要吃含淀粉量高的。那这件事儿呢，周1到周4就比较难实现。我们家从周5晚上到周日的晚上，基本上是在达拉斯各个餐馆，主要是华人餐馆，然后偶尔也去西餐厅或者是日本餐厅、韩国餐厅。我今天主要就是，所以呢，我今天介绍的就是我们家常去的一些中餐厅。希望能够给新来的朋友一些 idea，到哪里可以找到比较地道的中餐馆。好，我会分成几个类别，就是来分别介绍，就是每一款介绍几种烧烤、火锅、川菜、早茶，然后面食，还有其他。好，那下面我就一样一样的介绍一下。好，为什么第一个介绍烧烤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美国比较缺人气，我很喜欢国内那种街边小摊儿，然后晚上然后路边可以吃烧烤，就那种很生活的气息。然后再次回到达拉斯之后，我发现了胖妮儿，这个胖妮儿吧，他们家凉皮特别好吃，而且呢，因为19年疫情，老板创造性的把就是摆门口了很多小桌，我一下就觉得回到了北京的，就是那种居民区外面的那种烧烤摊旁边，所以我首推胖妮儿。然后第二个就是燃吉，燃吉呢是在Frisco，刚才说的胖妮儿是在 Plano 和 Carrollton 各有一家，燃吉是在 Frisco 有一家。那 Frisco 它是很现代，这个燃吉的烧烤，它主打那种我觉得可能开店的都是小年轻，然后那种很时尚的音乐放着，然后你还可以在那儿唱卡拉 OK， 就非常非常的热闹。这是燃吉。那下面呢就是第一烤场。我为什么说第一烤场呢？就是他们家的烤面筋特别好吃，然后他们家的酸菜白肉也很好吃。另外他们家给了我云南的感觉，就是当时去云南的时候，很多街边小馆都有那种小 sticker， 然后贴满了墙上，就是自己想什么呀，自己愿望是什么呀。这家小店虽然很小，但是它有云南的感觉，所以我要推荐第一烤场。那下面就该说火锅了。
那火锅呢，我们家以前最常去的是九宫格，九宫格他们家的酱料特别好吃。然后后来发现了 Carrollton 有一家 Volcano 就是小火山，他们家呢就是那种像旋转寿司一样，就把菜啊什么的放在边上，然后可以自己随便拿，然后海鲜放在一边是随便吃的。我们曾经去过好几次，觉得那儿很好。但是呢，最近第3家要说的就是 Plano 又开了一家网红店 Seaport， 这个 Seaport 就是一个升级版的 Volcano， 而且呢它是还有燃机的元素，就是非常非常巨大，非常现代，然后一边有酒吧，然后放着流行音乐，就是一种快节奏现代的火锅店。然后呢它的那个旋转轨道特别特别多，然后包括座位啊也都非常宽敞，所以就是火锅店推荐这几家。然后在国内比较火的海底捞，在我们这儿我个人去过一次，主要是因为在国内那些做指甲的服务什么的就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海底捞不是国内的海底捞。那再说川菜啊，川菜呢，我们家最常去的以前是老熊，老熊是在我们06年来达拉斯的时候就存在的一家店，然后快20年了，他们家还在。然后老熊的水煮鱼还有砂锅鱼片都是我们家水煮肉和砂锅鱼片都是我们家最常点的。然后另外呢要说的就是四川印象和香滋香味儿，我把这2个菜馆几乎当成一家，因为他们2家紧挨着，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家没有位子了就去另一家。那菜品呢也比较类似，我觉得都是那种在我看来都是辣菜。然后四川印象他们家的叫蟹黄豆腐特别好吃。然后香滋香味儿呢，他们家有2个包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大伙儿聚会的时候就会去香滋香味儿。好，川菜还要说一下一个叫太公的菜馆，太宗，它稍微远一点，在 Custer 和15街交界的地方，这是太宗，然后呢，它的整个店面装潢都非常好，还有餐具都非常好，然后呢，食物非常美味，特别是他们家猪脚汤我印象好深刻，还有其他菜品也都很有特色，做得非常精致，就是稍微远了一点离我们家。然后呢，有一家叫不二酸菜鱼，在99那个 Plaza， 他们家只有一道菜，巨大无比的一大盆酸菜鱼。一般来讲我们会要双拼，就是鱼片和牛肉，它会配一些小菜，然后比较好吃的我个人喜欢他们家的糯米莲藕，然后还有糍粑都很好吃，然后他们家的冰粉也很好吃。这是川菜。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早茶。早茶呢，百家旁边的 JS Chen， 他们家呢就是传统推车的早茶，然后你有很多选择，然后味道是很典型的早茶，挺好吃的。那我自己呢，经常去的是另外一家早茶店，就是稍微小一点的，在 Legacy 和 Coit， 它叫John's Kitchen。他们家呢就没有推车，你是需要点，但是他们家有几款我非常喜欢吃，就是榴莲酥还有萝卜糕，做的非常美味，榴莲酥一定要尝尝。因为我们家以前住在那个附近，所以我对这家店比较熟。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传统的，就是麒麟阁。麒麟阁我是很久以前去过，它在 Richardson，现在什么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它就是巨大无比，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属于很大型的早茶店，然后推着车的那种。很久很久没去了。那下面再说一下面食。那我呢就在北京那么多年，特别喜欢吃门钉馅饼。然后最近我们发现了一家 Dumpling House， 在 Plano 的，他们家居然就有门钉馅饼。他们家叫牛肉馅饼，然后他们家的叫那些煎包啊，还有就是都是灌汤的，所以他们家就是面食汤汁都很丰富，然后还有那个像什么小笼蒸包啊之类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吃他们家的牛肉馅饼。我们家上个礼拜1周去了3次，有点夸张了吧，都是在他们家吃的，
2次堂食1次外卖。然后呢，下面要介绍就是爱吃面条的，我们家队友他是陕西那边，家里是陕西的，所以就很喜欢吃面条。那他们呢就是首推重庆，就是重庆小面，在 Plano 的，不管是什么肥肠面啊、碗杂面啊、汤面啊、干面啊，味道都非常好。他们家其实种类并没有那么多，但是每一款都非常好吃，而且是自己做出来的面条。另外呢，就我是天津人，就要说一下煎饼果子。我们这儿有一家天津的，在 Food Court 的一家天津的摊位，他们家的煎饼果子是非常地道的，特别是以前啊，现在他把油条改果篦了，我觉得就像有点像北京的煎饼果子了，但是呢，它确实像天津那种煎饼是要把那个软的那一边放在外面，这才是天津的煎饼果子。除了油条换果篦，其他的都没得说，非常好吃那个味道。他们家其他东西也很好吃，但是首推煎饼果子。来介绍那煎饼果子那个摊位是叫李记厨房，这也是我们家经常去的。李记厨房的生煎包也很好吃，补充一下。那再说一下其他的一些特色餐馆吧，就是喜欢北京菜的，像我以前在四世同，我们家楼下在北京有一个叫四世同堂的，那这边呢有一个就天天，这个餐馆呢是在Preston 和 Frankfurt 稍远，但是他们家的北京烤鸭是真的是用那种薄薄的半透明的小薄饼来做的就是卷饼，不像是很多馆子他们用的是荷叶饼，荷叶饼那我觉得是不是广东馆的叫烤鸭，但是北京烤鸭是要配那种薄薄的小卷饼的。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虾球也非常好吃。然后另外还有一家，我们这还有一家云南馆，就是过桥米线，就是跟刚才那个在 Carrot 那个小火山旁边，这是一个老板开的2家店。然后他那过桥米线就真的是像国内一样，拿好多好多小碗，放好多小菜，然后一起倒进去。今天介绍这些餐馆呢，都是我们家常去的，符合我家口味的。如果要是咱们达拉斯本地的朋友要有一些其他推荐，可以在底下留言。然后另外声明一下哦，这些餐馆人家我这些介绍他们都不知道的，所以这完全是个人的观点。好，如果喜欢就请点赞、关注、订阅。好，下期再见。